叶晨把车开到金陵大学教务楼前的时候，陈泽楷已经在这里等候。见叶晨停稳车，他连忙上前帮他拉开车门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少爷，学校这边我都安排好了，克劳迪亚只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，再提交一下资料，就可以直接选专业了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想起在外面看到的横幅，问他：“邱英山你听说过吗？感觉这人有些耳熟。”“邱英山啊！”陈泽楷连忙道：“回少爷，邱老爷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洋首富，只不过前些年故意把家里的产业都拆分出去了，所以也就从各大排行榜上下来了。不过邱家的实力在东南亚还是非常强的。”说罢，陈泽楷问道：“您是在门口看到他们挂横幅了吧？我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拆，我问了一嘴，才知道是邱英山要来参观金陵大学。”叶晨忽然想起什么，开口道：“我当初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好像听说过这个人，据说给金陵大学捐了不少钱。”陈泽楷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他是经济开放之后第一批回国建设的华侨，90年代给金陵大学就陆续捐了5个亿，这笔钱在当年那可是一笔大数目。”原来如此，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只觉得可能是老先生打算回金陵大学看看，所以也并未太放在心上。与此同时，一架空客 A330 改造的私人飞机在金陵机场平稳降落，林婉儿与邱英山夫妇便在这架飞机上。由于马来西亚也在东八区，与金陵没有时差，所以林婉儿原本是打算等今天早上8点钟启程从槟城飞来华夏，这样的话下午2点左右就能抵达金陵，不会耽误办理入学的事情。但昨晚躺下之后，她不知怎的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直到凌晨10分也还是难以入眠。林婉儿试着让自己的心态平复下来，但无论她用尽任何办法，她的心脏始终有一种慌乱感觉，似乎隐隐有心悸的迹象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安慰自己，告诉自己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前往金陵，前往叶晨最初失踪的地方，或许自己真能得偿所愿，在金陵与他相见。想到这儿，林婉儿的心脏舒服了许多，可是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分秒必争的紧迫感。焦躁之下，他只能请邱英山连夜准备飞机启程，提前原计划数个小时抵达金陵。为了不耽误给林婉儿办理入学，邱英山让人提前跟金陵大学的校长打了招呼。不过他并没有让手下的人透露自己这次来金陵大学的目的，只是告知对方自己想回金陵大学四处参观一下。校方对这位贵客自然是非常重视，连夜让人赶制出了横幅，连校长都准备亲自迎接，亲自陪同。其他的副校长以及多名院长也都立刻暂停假期，赶回学校严阵以待。陈泽楷带着叶晨和克劳迪亚进入教务楼，来到了招生办。此时招生办的主任已经在此等候。见陈泽楷来了，那主任非常客气地说道：“哀约陈总，好久不见，还是这么英俊潇洒。”陈泽楷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刘主任，这次的事儿就麻烦你了。”那刘主任笑着说道：“陈总跟我可不用这么客气，不过就是举手之劳而已。况且多招收一些国际学生，也是我们最近非常重视的招生任务。说起来，陈总你是在帮我完成我的绩效考核。”陈泽楷哈哈一笑，向他介绍起克劳迪亚，说道：“刘主任，这位就是我说的远房亲戚克劳迪亚，他在加拿大出生长大，也是在加拿大读的书。旁边这位也是我远房亲戚克劳迪亚的表哥。”刘主任与叶晨点头示意，随后微笑着对克劳迪亚说道：“克劳迪亚你好，我是金陵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，我叫刘明，欢迎来到金陵大学。”克劳迪亚非常礼貌地说道：“刘主任您好，如果有幸在金陵大学就读的话，还希望您多多关照。”刘主任惊讶地说道：“你中文这么好啊？”一旁的陈泽楷便道：“克劳迪亚是中意混血，
母亲早些年就是从咱们金陵出去的。哦，怪不得。刘主任连连点头，感叹道：“那选择金陵大学还是有些渊源在的。”说着，他问克劳迪亚：“对了，你的护照以及档案资料带了吗？我帮你做个信息录入，弄完之后就可以挑选专业了。”带了。克劳迪亚连忙将准备好的资料递了过去。刘主任打开档案袋，将其中资料认真翻看一番，不由惊呼道：“你在加拿大的中学成绩非常好啊！说实话，加拿大来的留学生我也接触不少，但还没遇到过成绩像你这么好的，几乎全部都是 I。”克劳迪亚谦虚地说道：“最后一年有了一些滑坡，是因为家里出了点事情，没怎么去学校。”刘主任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“你这已经很完美了。说实话，你拿着这个资料去申请清华的国际生，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，在我们这就更没问题了。”说罢，他连忙拿出一摞资料，递给克劳迪亚，介绍道：“这里面都是我们金陵大学各院系的相关资料，你先看一下，对哪个专业比较感兴趣，我这边把你的资料登入系统。”好的，谢谢。克劳迪亚接过资料，开始非常认真地翻看起来。金陵大学作为双一流大学，院系建设非常全面，几十个院系，上百种专业，真要挑选起来，确实眼花缭乱。克劳迪亚看了一圈，思考良久，开口说道：“我想报历史学院的考古专业。”考古？别说刘主任诧异，就连叶晨都有些惊讶。那刘主任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克劳迪亚，考古这个专业实在是非常冷门，将来的就业面非常狭窄。我们一个考古专业，大一到大四一共也没50个人，一个年级一个班，一个班也就10个人。你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？”克劳迪亚轻轻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就选这个吧。我虽然有一半华夏的血统，但是对华夏历史了解不多。可是如果让我选历史学专业，我又怕太枯燥了。考古应该能跟实践结合起来，能更好地了解华夏的文化与历史。”刘主任咂了咂嘴，问他：“那个，你就一点也不考虑就业的问题？”克劳迪亚认真道：“就业的问题，还是等到毕业的时候再考虑吧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